我的床上每晚都会多出一个长相极品的男子，我特意留了条缝，让屋外的俊美马夫听了一整夜。第二天，他红着眼问我昨晚几次，能不能让他试一次。我没说话，只是把他送的聘礼悉数退还，因为我是重生的，我知道他将来会成为威震天下的大将军，会负我真心，会娶小姐，会将我关在荒院等死。所以在小姐再一次要将他送给我时，我拒绝了，却没想到小姐竟然亲自将他抬到我的房门前。清代，你要相公不要，我给你送过来了。看着担架上半死不活的人，我惊得连喘带咳，死命掐着掌心，才勉强镇定下来，确定这不是做梦。我的确又看见魏灵了。清代，别看他是个马夫，但脸长得俊啊。四小姐一贯不喜人触碰，现在竟然拉住我的手，将我推到担架前面，指着躺在担架上半死不活、虚弱至极的男人，十分好脾气地说道：“本小姐记得你喜欢俊俏的郎君，你看他眉眼五官，全城也找不出更好看的。虽然这会儿有些狼狈，但杨洋肯定立马生龙活虎，亏不着你。”魏灵伤得很重，头发杂乱地盖在他脸上，浑身的衣服被鲜血湿透，呼吸微弱，仿佛下一刻就要一命呜呼。许是察觉到我的视线，他睁开眼，与我四目相对，眼神破碎又可怜，竟然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欣喜和委屈。青天白日，我被他的眼神看得生生打了个冷战。小姐，奴婢平时碎嘴的玩笑话哪里能当真？莫要再开奴婢的玩笑了，还是将他送回原来的地方吧。我料到这一日早早就告病，心想能躲过这场荒唐的指婚，没想到竟然送上门来了。上一世，魏灵不知怎的得罪了大公子，被大公子命人打得半死，关进柴房，饿得奄奄一息。小姐为表现自己心善，把我叫到跟前，要为我指婚。只要我答应嫁给马奴魏灵，她就把我们俩的卖身吉器给我。我当时被这天大的喜事砸晕，激动地给小姐连磕3个响头，忙不迭点头答应。心想这下不仅摆脱了奴籍，成了良民，还白得了一个俊俏的相公，怎么想怎么划算。姐妹们却劝我想想明白，别被美色迷了心窍。魏灵除了长得好看，一无是处，地位低下不说，伤得还重，指不定我今天成亲，明天就做了寡妇。可我当时一门心思只想治好魏灵，和她出府好好过日子，半分都没听进去。出府后，我小心翼翼、无微不至地照顾起魏灵，花光了所有积蓄。魏灵不仅活下来了，还对我千依百顺。她说自己舍不得看我为了生计起早贪黑，她要建功立业，让我奴仆成群。她为我描眉画带，挽发点唇，感动我对她毫无保留的赤诚。直到她迎娶四小姐当将军夫人的那天，我才大梦方醒。她是故意接近我的。魏灵是罪臣之子，身份特殊，主家不可能轻易放她离开。所以他铤而走险，惹怒大公子，又故作奄奄一息去找和大公子不对付的四小姐庇护，要我当他妻子。只是因为我到了出府的年纪，只要和我成婚，就可以带他离开，帮他摆脱贱籍，这样他就能去参军，一步一步建功立业，爬上大将军的位置。曾经那些我以为的恩爱甜蜜，对他而言都是忍受和耻辱。他其实从未爱过我。听了我婉拒的话，四小姐自然不答应。不行，人是不可能再抬回去的。四小姐眉头微皱，不耐烦地挥着手帕，命人将魏灵放下。你若是有什么顾虑，可以说出来，本小姐尽量满足你。见我一直瘸着头不说话，四小姐以为我是嫌弃魏灵马奴的身份，说出了和前世一样的话。你放心和他成亲，你不是到出府的年纪了吗？本小姐会去求夫人，将你们的卖身契还给你。我摇头，正要开口解释，四小姐不容置疑地打断我。本小姐还会再从私库里给你添100两的嫁妆。小姐，这不是钱的事儿啊。清代，如果当初不是本小姐愿意收留你，你怕是早已饿死街头了吧？我抿唇，知道今天若是我不答应，四小姐绝不会善罢甘休。她不是良善之辈，看来只能另想办法了。我沉重地叹了口气，知道了，奴婢愿意嫁给魏灵。这一刻，我没有注意到担架上的魏灵，听见我点头同意时，眼里闪过的惊喜。我不能让她死在自己房里。湿了水的面巾小心绕过可怖的伤口，擦拭着魏灵胸口上的脏污。我和她距离极近，脸颊上都能感受到她呼出的热气，不用抬头都能感受到她灼热的视线。阿黛，我有条不紊地将药撒在她的伤口上，神情冷淡。我不喜欢你这么叫我，我姓楚，以后还是叫我楚姑娘吧。你答应了要嫁给我的，我们是夫妻，我应该这么叫你。这就等不及开始演戏了，是怕我撇下她拿不到卖身契，也是她该着急的。这次不成功，她只能世代为奴，绝无仅有的机会。难怪她用尽手段，这样急切。烛影绰绰，我看向魏灵，这人的确长了一张勾人心跳加速的脸，尤其是浓眉下那双漆黑如墨的桃花眼。看向我时，很容易让我生出一种他眼里只有我的错觉，只对我专注深情。可惜假的就是假的，万不能当真。我会帮你拿到卖身契，让你得到自由。不过出府后，咱们各走各的路，再无瓜葛。各走各的路，再无瓜葛。没错。我将帕子甩回水盆，转身要走。上一世是我自己太蠢，被人耍得团团转而不自知。魏灵迎娶四小姐那天，我伤心欲绝，默默收拾了包袱离开，打算回江南老家了此残生。他带兵追赶，强硬地将我带了回去。阿黛，你要理解我，我的将军夫人不能是个只知道缝缝补补的绣娘。别使性子了，跟我回去。除了正室大夫人的位置，其他的你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。我肯定不愿意。
当然魏玲也绝不会听我的。他将我关进当初那个租住的小院，派人看守，不允许我踏出一步。就这样，我成了他见不得光的外室。四小姐已经是他的正式夫人，绝不会容忍我的存在，但她极会做表面功夫。当着魏玲的面，体体面面地将我接进将军府，没过3天就原形毕露。趁魏玲出差的时候，诬陷我偷了她给王妃准备的东珠，我百口莫辩，被关进荒院，生生被她折磨致死。不，我不同意什么债务瓜葛。你既然已经同意了嫁给我，就不能反悔。就算拿不到卖身契，我也无所谓。我惊讶地看着他，就知道这狗东西贪得无厌，肯定还想像前世那样，不仅想把我吃干抹净，还想我燃烧自己，心甘情愿为他铺路，连费尽心机的卖身契都不要了，所图一定更大。魏玲，你还真是一如既往的黑心肝啊！答应嫁给你只是权宜之计，你该明白。况且你不是一直都想得到卖身契吗？只要我们相互配合，拿到卖身契出了府，你就自由了。我循循善诱，提醒他。魏玲胸膛起伏了几下，唇拧成一条直线。半晌，他固执地吐出几个字：我们是夫妻，就是要在一起的。一副就要赖上我的架势。我头皮发麻，视线落在腰间的同心玉佩上，突然有了主意。我不能跟你在一起。为什么？我其实自小定了亲，我一直在等他。当初逃难，我和他走散了，为了活下去，迫不得已卖身为奴。如今能出府，自然是要去寻他的。魏玲眸光剧烈颤动，猛地从床上坐了起来，动作太大，扯开了刚包扎好的伤口，纱布隐隐渗出鲜血。他似乎没痛感一般，毫不在意，一双眼睛锐利地紧紧盯着我，眼神冰冷到了极点。你什么时候有的未婚夫？我怎么不知道？我抬眸浅笑，不闪不避。真的有，但我从来没跟别人说过，你不知道很正常。这件事我没说谎，我的确有未婚夫，他叫张景，是平阳镇大户家的次子。我们因为一个酸得掉牙的糖葫芦相识，一起长大，青梅竹马。7、8年前老家发大水，淹没了大半城镇，我和他侥幸活了下来，又在逃难途中走散，自此音信全无，是死是活都不知道。按我们当地的规矩来说，定亲3年未成事实的婚约自动作废，所以婚约早在4年前就作废了。严格来说，我可以不寻他的，待嫁他人也没什么不妥。只不过前世我答应嫁给了魏玲后，一心一意为他重谋，跟着他四处钻营，没想到最后竟然为别人做了嫁衣。这一世，我决定继续守着这个婚约，哪怕孤寡一生又何妨？要么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过我的独木桥，要么我们就结拜为姐弟，你选吧。魏玲面容阴沉，良久不吭一声。我心中讽笑，对于魏玲的想法心如明镜，姐弟就得规矩守礼，哪有夫妻来的便利？兴致来了还能给他暖床。而魏玲在听见这2个选项的时候，薄唇却是抿得更紧了。她盯着我的目光偏执压抑，墨色的瞳孔里倒映着我的身影，几乎是咬着后槽牙说出2个字：姐弟。真是毫不意外，他势必不会放过我这么一个心甘情愿给他铺路的工具。我笑了，替他将滑落在地的被角挖回床上。好好休息吧，弟弟。收拾好那些染血的污物，我抬脚就往门外走。关门时，眼角余光瞥见魏玲的拳头猛地攥紧。关上门后，屋内传来啪的一声脆响，是瓷器应声而碎的声音，夹杂着魏玲低沉阴质的声音。好一个弟弟！我冷然一笑。前世我总是喜欢跟在他身边，缠着他一遍一遍地教着相公。每一次，魏玲都是冷着脸推开我，不停地强调，在外面我们是姐弟。现如今，我主动划清界限，这不是他一直希望的吗？为什么他现在表现得这么排斥呢？许是今日见到了魏玲，我难得做了个噩梦。梦里，我好像又回到了那个荒院。四小姐将我打得遍体鳞伤，将我丢进荒院，恶狠狠地吩咐下人不给我任何食物，甚至连水都不肯给。天气炎热，我的伤得不到救治，皮肤发痒溃烂。我清醒着，眼睁睁看着自己发臭发烂，恐慌到了极点。我哭着一遍又一遍地哀求他放出我去，无人理会，甚至连狗都不路过那里。我如同掉进了万丈深渊里，提心吊胆，迟迟等不来落地的那一刻，骤然响起了敲门声，将我拉回现实。我猛地睁开眼，大口大口地喘着气，后怕地摸了摸脸上的皮肤。我想，这一世就找个地方安稳度日吧。报仇对我这个小婢女来说，有如蚍蜉撼树，还不如过好当下的日子。这时传来了敲门声。阿黛，醒了吗？我给你打了洗脸水。魏玲的声音在门外响起。我透过窗户纸隐约看见那个高大的身影站在门外，心中有了一个计划。你是马夫，应该会驯马吧？我接过魏玲递来的毛巾，将脸上的水擦干。会。没记错的话，前世这个时候，西郊马场从鞑靼引进了许多新马，正需要驯马师傅。我找到四小姐，顺利地拿到我和魏玲的卖身契，用那100两在西市租了一个2进小院，还是前世那个院子，陌生又熟悉的邻居们。屋子收拾妥当，我将一张告示递给魏玲。西郊马场缺驯马师傅，很适合你去。魏玲很惊讶，似乎没想到我会这么安排，她表情有些讪讪。可我身上的伤还没好。我似笑非笑。据我所知，打你鞭子的那个马奴好像是你的义兄，
看着皮开肉绽、鲜血淋漓，实际上并没有伤筋动骨吧？前世这厮被打后，半夜还能动作利索地翻高墙，那时候我以为看花了眼，并没有记在心上。等我去找他的时候，他躺在床上，一副虚弱至极的模样，可怜巴巴地望着我，赚足了我的同情心。我衣不解带地悉心照料他，生龙活虎，我累得病倒卧床半个月。早去晚去都要去，总不能你一个大男人还要靠我养着。我帮你拿到了卖身契，你也该为我做点什么了。魏灵僵住，神情颇为复杂。我懒得去琢磨他脑子里的想法，抬脚就要走。魏灵急忙拉住我的衣袖，我没说不去，明天就去。我一副很是欣慰的表情看着他，那就辛苦你养家了，弟弟。上一世我为了给他养伤，没日没夜的接活赶工，眼睛都快熬瞎了。这一世让他辛苦点有什么不妥？我一定要抓紧攒银子，等我攒够银子了，就甩开魏灵去江南定居，安安稳稳度过下半生。第二天，魏灵一早就出去上工，直到傍晚天黑才回来，身上的衣服破了好几个大洞，若隐若现露出里面被鲜血染红的里衣，看着狼狈又可怜。我别过头去，稍稍有点良心发现。看在你这么辛苦的份上，你有什么要求可以提出来？能不能不做姐弟？他满脸欣喜，眼巴巴地看着我，我心硬如铁，那点良心瞬间消失。不能。这之后，魏灵白天就去马场赚钱，我为了早点攒够1000两，也开始广接刺绣的活。一开始接到的绣活并不多，都是些帕子、香包什么的小物件。好在绣出来的绣品渐渐入了贵人们的眼，他们打赏我也很大方，还有人专门找我定制花样。绣品的订单越来越多，我每天几乎粘在绣架上。刚绣完一幅富贵牡丹，实在不想再动它了，倚靠在身后的木榻上小憩。我想着休息一会儿，再接着绣王小姐定制的荷包。这一睡不知道睡了多久，脑子昏昏沉沉的，梦里好像有什么东西压在我身上，似有若无地夺取我的呼吸。我感觉到呼吸不畅，本能地想要推开，不成想没推开那股压力，嘴唇被什么东西轻咬了一下。我不堪其扰地皱起眉，缓缓睁开了眼睛。压在身上的那股力量骤减，入眼便是魏灵，站在榻前背对着我。从侧面看去，他正在一本正经地欣赏着我完成了的那副绣品，仿佛察觉到我醒了，似有所觉地回过头，坦荡地迎上我的目光。醒了啊，我煨了鸡汤，快起来喝吧。我迷茫地摸了摸唇上被咬的地方，感觉刚才的梦好真实，连被咬的触感都那么真实。我狐疑地望着魏灵，但她又是一副正经的不能再正经的模样，想来是我多虑了，应该就是做梦呢。毕竟看她的样子也没这么饥渴难耐。这是我回来的时候特意买来给你炖汤补身体的，你尝尝好不好喝？小火慢慢煨了2个时辰呢。四小姐的那句话确实没说错，魏灵虽然是个马夫，但的确长得不错，特别是身体恢复好了以后，浓眉大眼，宽肩近腰，就算粗布麻衣穿在身上，也掩盖不了她的俊秀。自从我们住进来的第2天，就有不少大姑娘小媳妇的拿眼偷偷看她，可我却天天对着这么一张俊脸，内心毫无波澜。我一直埋头喝汤，魏灵期待的眼神慢慢变得落寞。阿黛，为什么对别人你总是和颜悦色，对我你就无话可说？我到底哪里做得不好？告诉我好不好？鸡汤魏灵炖得很入味，可见她是真的花了心思的。这厮无利不起早，这么讨好我，一定是憋着什么主意还没说。见我不说话，他换了个问题：阿黛，鸡汤好喝吗？我诚实的点头。魏灵喉结滚动，眼神飘忽，一副欲言又止的纠结样子。他在等我主动询问。果然，魏灵的鸡汤不是那么好喝的。我放下碗，定定地看向他，就是不开口。他所思所想，无非就3件事：脱奴籍、治伤、参军。在我这里，前2样他已经得到了，唯独参军这件事，这些日子以来从不曾听他提起，也没见他像上一世那样到处去找门路。那他到底想图什么呢？我还有什么值得让他图的？我实在受不了他现在纠结扭捏的样子，正想开口询问，院门就响起了砰砰砰的敲门声。楚姑娘在家吗？我很疑惑，这时天都黑了，谁会在晚上来找我？听声音有些熟悉，打开门才发现原来是王掌柜，他身后还跟着一个年轻男子。年轻男子站在阴影里，我看不清面容。楚姑娘，冒昧了啊，这个时候来找你实在是迫不得已。我知道你这个月的绣活都接满了，但是这位客人实在要得急，愿意花大价钱来订。我听到大价钱3个字，眼睛都亮了几分。有钱什么都好说，但是为了避嫌，只好和2人站在门口说话。男子低沉的嗓音让我莫名觉得有些熟悉，但一时又想不起来在哪儿听到过。他说出了定制绣品的需求，我连忙记下，却越听越心惊。但我还是决定接下这一单，因为钱给的够多，只要完成这单，我就攒够银子了。送走2人后，关上门，正准备进屋，魏灵竟然不声不响地出现在身后，我猝不及防，差点撞进他怀里。阿黛，汤冷了就不好喝了，快进去吧。魏灵唇角勾起一个好看的弧度，约定3日后交货，绣制非常赶。好在皇天不负有心人，紧赶慢赶，终于在3日后的傍晚完成。这次是那个男子独自来取货，他摘下斗笠的那一刻，我猛地睁大了眼睛。
实在没想到竟然是故人，难怪那晚我觉得声音耳熟。相较于几年前的稚嫩，张景儒雅稳重了很多。阿黛，好久不见。我想那晚他应该是认出我了，只是不好让王掌柜知晓。前世今生两辈子，我们之间的确好久不见。想起那晚他说很着急，我顾不得叙旧。东西绣好了，我先拿给你吧。我将绣好的绣品拿给他，他却按下不着急看，借着喝茶的动作，眼神似有若无地落在我腰间的同心佩上，眼神里有掩饰不住的惊讶和欣喜。他蠕动嘴唇，想说些什么，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，只能化作一声长长的叹息。张锦拿出另一半同心玉佩，正要开口，院门骤然被推开，发出砰的一声响。魏灵出现在门口，微微喘着气，额头上还有细密的汗珠。看见院内的情景，瞳孔猛地一缩，尤其是看见张景手中拿着的那半块和我身上一模一样的同心玉佩时，脸色更是难看到了极点。他大步朝我们走了过来，张景一眼就看出来了魏灵周身气场不对。阿黛，这位是？张景，这位是魏灵，我的义弟。魏灵听到张景两个字，周身低沉的气场又强了几分，冷冽的目光将张景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，话却是和我说的。他就是你要等的那个。我将腰间的同心玉佩解下，拿过张景的玉佩，合二为一，合上的一瞬间，同心玉佩完整了。是，他就是我先前跟你提到过的失散多年的未婚夫张景。几乎话刚落，两块同心玉就被魏林攥在手心里，几乎要将它们碾碎。他猛地将我拉到他身边，猩红着眼。你再说一遍。手腕被他攥着，痛得好像捏碎骨头了一样。我怔了怔，没怔开。我冷冷地看着魏林，语气前所未有的冷冽。我说他就是我的未婚夫张景，听清楚了吗？魏林红着眼定定地望着我，好半天才缓缓放开了我的手，又垂眸看着手中的玉佩，只感觉手中玉佩温润的触感很烫手。良久，再看向我时，神色已经恢复如常。他将玉佩放回桌子上，浅笑道：恭喜啊，这么多年你终于等到他了。这话说得极为诚恳，打心眼里真心为我高兴的样子。我心头一阵冷意划过，这就是魏灵，变脸如翻书一样快，情绪捉摸不透，演戏入木三分，如同瞬间戴上了面具，就是不知道面具下拿的是刀还是糖。魏灵一言不发地进了里屋，关门时从门缝里望过来的那一眼，让我心底涌上不安。以我对魏灵的了解，他表面上越是压抑隐忍，背地里动起手来就越狠。他刚才的眼神像是要生吞活剥了我一样。我哑然失笑，怎么会？那是他在恭喜我们重逢呢。我看着不太像啊，倒像是吃醋。那个醋字还没说完就被我打断。这么多年了，同心佩你怎么还留着？说到同心佩，张景眼神闪烁，悄悄红了耳根。他手背抵在唇边，轻咳了一声。这是我和你的定情信物，想着总有一天我们能再重逢，所以一直贴身带着。说完，张景抬眼看我，又迅速移开视线，脸上还有两坨可疑的红晕。我失笑，提醒他，定亲后若3年还不成亲的，婚约作废。张景闻言正襟危坐，幽怨地望着我。那不一样，如果不是那场水灾，如果你我未走散，我们早就成了夫妻了。男人眼中燃起的情意清晰可见。我愣住，突然意识到这样的情谊对我来说太过厚重，我根本担不起他这样的赤诚。于我而言，前世今生历经两世，对于张景，我一直都把他当作遗憾收场的白月光，将他深埋在心底某处。前世我义无反顾爱上另外一个男人，这一世没重逢前，依旧想的是把这份感情深埋心底。如今他说他等了我将近10年，我又怎么还得清？送走张景，我转了转被魏灵捏疼的手腕，径直回了房间。没想到刚要把门关上，一只大手骤然将门挡住，高大的身影逆光定定地站在门口，将我完全笼罩进他拉长的阴影里。一股浓重的酒气扑面而来，熏得我头昏脑胀。魏灵逆着光，我看不清他的神情，耳边他的呼吸声一下比一下粗重。他就这么定定地站在门口，与我咫尺之间，也不说话。我轻轻蹙眉，我要休息了。魏灵唇角缓缓扯出一抹讥讽的笑，眼神冰冷到了极致。就这么不想看见我吗？还有，你怎么不叫弟弟了？当着外人的面不是叫得挺欢的吗？自重生以来，他还从未对我露出过这种表情，仿佛一下子变回了前世那个杀伐狠戾的大将军。我深呼口气，语调微沉，既然是弟弟，就不该半夜赖在姐姐房门口不走。有什么事儿明天白天再说吧。弟弟，现在收回你的手，滚回自己房间去。魏灵突然咧开嘴笑了，露出森森白牙，仿佛黑夜里伺机而动的饿狼，漫不经心般一下一下点头。对，你说的都对，寻常姐弟自然不该半夜共处一室，可我又不打算只跟你做姐弟。下一秒，我猝不及防被他一把拉进怀里，唇上传来重重的碾压，带着烈酒的浓郁气息瞬间侵入口中。我挣扎着想推开，可无论怎么挣扎用力，他都纹丝不动，扣在腰上的大手越收越紧。为什么要惹我生气？你不该惹我生气的，你本来就是我的妻。我艰难呼吸，魏灵仿佛要把我呼吸的每一口空气都夺走。你也重生了？我不可置信地瞪大了双眼，震惊到忘了抵抗。
魏灵将头埋进我的颈窝里，贪婪地吮吸着颈间的香味，声音里却带着哽咽。你知不道我很难过，重生后你竟然不愿嫁给我，还疏远我，冷落我。上辈子是我混账，我没有保护好你，直到失去了你，我才意识到你对我有多重要。你知不知道我得知你死讯那一刻有多懊悔？再睁眼，我发现我们竟然都回到了8年前，我高兴坏了。可你却不要我了。不过没关系，我可以改，改到你愿意原谅我为止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，阿呆？魏灵得不到我的回答，执拗地一遍又一遍问着我。他此时的神情有一种近乎病态的固执。我刚准备开口，像是知道我要说什么，魏灵急忙打断，抵着我的额头，灼热的呼吸喷洒在我脸上。你知道的，我只想听到我想听的答案。魏灵的声音很轻，就像情人间的呢喃，但我却听出了十足十的威胁，因为他此时的手已经放在了我的腰带上，不轻不重地摩擦着。我气得浑身颤抖，周身的温度在这一刻尽数褪去。听话，我们重新开始，让那个碍眼的东西有多远滚多远。重新开始？怎么重新开始？难道重新开始，我这个只知道缝缝补补的绣娘就配得上威名赫赫的魏将军了？你就能不囚禁我在这小破屋，还是不娶四小姐？我怒极反笑，为什么他会觉得我还会再接受他？恨他怨他，只是因为他没保护好我吗？根本不是。上一世他明知道四小姐表里不一，嫉妒心极强，还是将我困在了将军府，任由我被四小姐折磨死。只是因为他想得到侍郎府的助力，他口口声声说爱我，做的桩桩件件的事都是把我往虎口里推。明明不爱我，还要困住我。我受到的所有伤害都是来自他啊！我能做到，你信我。上辈子我真的没想到他竟然敢动你，等我知道的时候已经晚了。这辈子我只想守着你一人，你不喜欢的事我通通都不做。他急忙从怀里掏出一张清单，由于动作太急，牵扯出了怀里的其他东西，一截藕色带子露了出来。魏灵心虚的立马塞回去。这上面的心愿，我一件一件陪你去完成，好不好？我瞳孔骤然紧缩。他什么时候知道的？他怎么拿到的？我蓦然想起前些天怎么找都找不到的藕荷色肚兜，寒意瞬间从脚底窜遍全身。我深吸口气，思索着眼下可以脱身的方法，偏头避开魏灵近在咫尺的脸，轻轻点了点头。我和他实力悬殊太大，此时对着来一定会吃亏。权宜之计，我只能佯装答应。等明天张锦来结了尾款后，果断跑路。魏灵见我肯让步，如获至宝地将我紧紧抱在怀里，手臂微微颤抖。阿呆，你是我的娘子。由于不知道张景什么时候会过来，我一大早就出门买跑路的必需品去了。我将才买来的东西放在一个相熟的娘子那里，正要推开院门，就听见里面传来2道剑拔弩张的声音。你应该也看出来了，我不是他的什么劳什子弟弟。看出来了又如何？你有什么话不妨直说。我希望你别再出现在我们面前，否则我会让你永远消失。就怕你没有那个本事。我和阿呆之间，你不过就是个多出来的外人。毕竟他都说了，你只是他的义弟，连亲人都算不上。他早就是我的人了，你还要和我争吗？我的脸瞬间苍白，猛地瞪大眼睛。早就知道魏灵无耻，但没想到他竟然这么无耻。上辈子的事拿到这一世来说，完全无视我的颜面。这一刻羞耻感袭遍全身。那又如何？他现在不爱你，可我跟他生活在一起。但他不爱你，心里没你。他起码承认了我跟他有关系，而你只不过是个早就该死去的故人。我和他有婚约在身，只要他点头，我能立刻马上明媒正娶。魏灵脸色一变，眼看想对张景动手，我急忙推开院门，听到动静，两人齐齐变脸。真要是打起来，我怕张景会吃亏，毕竟魏灵前世是大将军，武功不弱。张景将剩下的银子折成银票递给我，我将他送至门外。阿呆，我要出城2天，你跟他共处一室，我实在有些不放心。魏灵闻言眯起眼睛，眼神锐利如刀，射向张景。我向右挪动一步，挡住魏灵的目光，莞尔一笑：“不会有事的，我很快就会回来。有什么事就去找东市小巷胡同卖酒的掌柜说，他会帮你。”送走张景，院门关上的一瞬间，腰上就传来一股不容置疑的力道。魏灵眼尾泛红，下巴戳在我肩上：“去温酒吧。”魏灵乖顺点头。看着略显轻快的背影，我长长吁出一口浊气。晚上，魏灵一杯接着一杯替我倒酒，我失笑，也主动替他斟酒。阿呆，我很高兴。魏灵隔空望着我，微醺的眼神带着几分摇摇欲坠的迷离。烛光摇曳，他动情地握住我的手。我温柔一笑，将杯中酒递到他唇边。魏灵就着我的手一饮而尽，怎么都不肯再松开。我也由着他抓住不放。魏灵，我也很高兴，因为过了今晚，我就自由了。魏灵俊脸上一片迷茫，慢慢的由迷茫变成慌乱，再由慌乱变成愤怒。他不可置信地看向我，我轻而易举将手从他大掌里抽了出来，神色淡淡：“我要走了，从此以后山高路远，各走各的路吧。”不，你不能走，别忘了你答应过我的。答应过的事也可以反悔啊。是不是你和他约定好了，你们要私奔？魏灵青筋暴起，涨红了一张脸，
满眼不甘地盯着我。我要理由，给我个理由。楚清代，告诉我理由。我望着他眼角滑下的那滴泪，轻轻叹了口气。理由很简单，我不爱你了，我也不爱张景。这一世，我只想爱我自己。走出城门的那一刻，我终于闻到了名叫自由的空气。临走前，我去了一趟小巷胡同，将另一半玉佩交给了那个卖酒的掌柜。还好来得及赶上去江南的商队的顺风车。重来一世，我谁也不爱，只爱我自己。没有什么比我自己更重要。魏灵，从此山高路远，再也不见。我曾以为权力是这世间最锋利的剑，能斩断所有阻碍，护我想护之人。可直到阿黛在那荒院里断气的那一刻，我才明白，我握着的不是剑，而是一把双刃剑，最终刺伤的是我自己。我是罪臣之子，为了摆脱剑疾，为了能在这乱世中站稳脚跟，我不择手段。我故意惹怒大公子，又装作奄奄一息去找四小姐庇护。我知道阿黛到了出府的年纪，只要和她成婚，就能帮我摆脱剑疾。当我迎娶四小姐成为将军夫人的那一刻，我看着阿黛绝望的眼神，心里竟有一丝不忍。但很快，这丝不忍就被权力的欲望吞噬。我将她关在小院里，派人看守，不让她踏出一步。我以为这样就能留住她，可我没想到四小姐会对她下此毒手。当我得知阿黛死讯的时候，我正在朝堂上接受皇帝的封赏。那一刻，我感觉整个世界都崩塌了。我终于明白，我追求的权利，在阿黛的生命面前一文不值。我后悔了，我后悔没有珍惜阿黛的爱意，后悔为了权利而牺牲了她。我多么希望能重来一次，让我有机会弥补我的过错。再睁眼，我回到了8年前，我重伤，再一次被四小姐送到她面前。我欣喜若狂，以为终于有机会弥补我的过错。但阿黛变了，她拒绝了婚约。我猜到她也重生了。她答应嫁给我的那一刻，我多开心。在她说出各走各的路时，我就有多伤心。甚至她还编造了一个不存在的未婚夫，只为让我死心。我知道，是我前世的所作所为，让阿黛对我失去了信任。我只能默默地守护在她身边，用行动证明我的改变。我以为只要我足够努力，阿黛就会回心转意。可当张景出现的时候，我才发现我还是输了。阿黛说她不爱我了，她也不爱张景，这一世她只想爱自己。我还是去参了军，屡建战功，成为了威震天下的大将军。但我没有继续往上爬的动力，婉拒了皇帝的赐婚。我心里清楚，这世间再没有人能取代阿黛在我心中的位置。直到多年后，我重伤回朝，皇帝恩准我去江南养伤。在江南，我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背影，